爱宝今天一家都很是安逸，都乖乖坐在小床上表演着吃播。不过瑞宝、辉宝这里有时会一惊一乍的。姐妹俩现在每天活的就是一个提心吊胆。被辉宝吓到的瑞宝也是有情绪的，瑞宝立马给辉宝按在身下，问辉宝以后能不能小心一点。姐姐还没长大呢，就被你吓个半死，这哪能行？而这时的乐宝和爱宝此时都在室外园区，乐宝对着爱宝园区展示着自己雄壮的身姿。乐宝恢复了1年的体力，这时又想跟爱宝要3胎了，而此时爱宝根本不想搭理乐宝，生完乐宝又不带，乐宝天天潇洒，留自己每天辛苦带娃。爱宝不想看见乐宝，来到通道门前喊奶爸给自己开门，让自己回去。爱宝回去了，奶爸给乐宝的通道门也打开了，乐宝立马从树上下来，兴冲冲地跑了回去，还夸赞奶爸懂事儿。爱宝回来后刚好看到了瑞宝和辉宝正在偷自己的胡萝卜，辉宝对着胡萝卜跃跃欲试，这既想吃又不敢的模样甚是可爱，宛如脑海中2个声音正在打架。辉宝反反复复的试探，跑走后又跑回来，跑回来后又怕妈妈揍自己又跑走，就这样辉宝忍住了没有吃，辉宝忍住了，但瑞宝没忍住。瑞宝看到后毫不客气的就放进了嘴里开始啃。这时爱宝也终于看到了，姐妹俩原来是在偷自己的胡萝卜。爱宝上前给胡萝卜从瑞宝手里抢了过来，而此时得意的辉宝躺在了爱宝身下，证明着自己的清白，表示都是姐姐一个人干的，不管自己的事儿。爱宝将胡萝卜抢过来后，辉宝还将瑞宝推向爱宝，像是在说妈妈快揍他，就是他偷了你的胡萝卜，给他长长记性。现在爱宝想甩下瑞宝、辉宝独自去室外是越来越困难了，眼瞅爱宝刚给想要跟去室外的瑞宝赶走，谁知等爱宝掉头打算再次去室外时，不止瑞宝追了回来，这一下引得辉宝也跟上。这次辉宝比瑞宝更激动，姐妹俩组团冲了过去，不过没一会儿就被揍回来了一个，不过很快就被又回去了。不过这个回去后接着又回来了一个，姐妹俩这是上演了一番游击战，来回跟妈妈拉扯。圣熙阿姨眼看这样不行，圣熙阿姨给姐妹俩拿来了小零食来吸引姐妹俩，然后好让爱宝单独出去。圣熙阿姨这次的小零食可谓是又有了新的创新，胡萝卜中间夹着小苹果，这个摆盘堪称满分。不过虽然小零食的摆盘美丽，但到了辉宝这里没有好看不好看。辉宝做好后拿过小零食来，3两口就只剩下竹子了。辉宝问姨母还有没有了，根本不够吃。姐妹俩吃完小零食后，将爷爷来收熊了。瑞宝和辉宝还是很给老人面子的，将爷爷只是简单的对着瑞宝、辉宝一挥手，姐妹俩就跑了过来。而将爷爷就这样淡定的走回了办公室，在通道门口前等着。瑞宝二话不说，直接给足将爷爷面子，一口气跑回了家。而辉宝这里将爷爷则是又出来了一次。辉宝喜欢爷爷对自己单独的宠爱，辉宝看爷爷来了，开始在爷爷身边卖萌撒娇。等将爷爷满足辉宝后，辉宝也从小亭子上下来了，然后一路小跑也回了家。不过这里收熊工作还没结束，因为爱宝还在室外，将爷爷走向室外去喊爱宝回来，顺便把园区剩下的竹子扛走。而乐宝还在睡觉，乐宝这一觉是为爱宝而睡，乐宝是打算等着自己老婆回来后两人一起回家。现在爷爷真的是给瑞宝、辉宝拿捏的死死的，今天爱宝和瑞宝、辉宝都在内场。此时瑞宝正在小亭子上和妈妈贴贴，而一旁的辉宝发现了，去往室外的通道门打开了。辉宝悄悄摸过去，打算人不知鬼不觉的溜出去。辉宝来到通道门口后便趴下开钻，拼了命的想要从这点缝隙里钻出去。现在的室外园区对辉宝来说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，而爷爷们因为姐妹俩太小，迟迟不肯让姐妹俩出去。就这样，每次瑞宝和辉宝看到通道门打开时，就急切的想要跟着妈妈出去。而这次辉宝看到通道门打开，也不想轻易放弃这次出去的机会。辉宝眼看自己钻不出去，于是来到了爷爷的门口。此时江爷爷正在看着那场。江爷爷的目的是让爱宝出来。辉宝将小手伸向窗户，示意门里面的爷爷给通道门再开大一点。辉宝这古灵精怪的样子给门里的姨姨都逗笑了。辉宝跟爷爷说完话后，转头查看爷爷有没有给自己开门。辉宝发现通道门口一点变化也没有，重新站起身来跟爷爷打招呼，让爷爷快点。辉宝要是能给门打开的话，早就进去给爷爷俩大嘴巴子，问爷爷是不是没拿自己当回事。而爱宝这里这时也发现了通道门口的动静，爱宝走了过去给辉宝赶走了。辉宝生气了，辉宝转头跑走，爬到了小树上，表示自己今天不让这俩老头多加上2个点的班，自己是不会下去的，谁来劝都不行。今天乐宝在爬树时一不小心给树压断了，这一下给爷爷们看的
差点心脏骤停。这要是福宝马上要离开，乐宝再受伤了，爱宝乐园就相当于天塌了。乐宝扶着小木墩思考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潇洒离开，默默吐槽奶爸的豆腐渣工程。好在乐宝没有受其影响，乐宝围着园区开始转圈儿。一会儿，乐宝来到室外园区，乐宝将头埋在了小亭子缝里，然后翘起屁股给小亭子做标记。这个模样简直太可爱了。就在所有人忙着福宝将要离开的事情时，唯独福宝自己状态难得的平稳。福宝这懂事的样子令人心疼，甚至爷爷制作了许多的玩具给福宝放在小亭子上，福宝都没有去玩的兴致。福宝就这样在园区走来走去，转来转去，姨姨们纷纷表示福宝真是长大了。而在昨天，爷爷看福宝这般乖巧，特意为福宝送来胡萝卜。当福宝看到爷爷从门口进来时，目光便一直在爷爷的身上，手里的竹子都放下不吃了，就单纯的紧紧盯着爷爷，直到爷爷给胡萝卜放到了福宝的嘴里，将爷爷还给福宝带了一捧新的竹子，走时还抚摸了一下福宝的小脑袋瓜。福宝吃着爷爷给的胡萝卜，心情更美丽了。胡萝卜很快吃完，福宝接着拿起刚才爷爷放置的新竹子，然后继续进食。福宝吃完饭后就来到通道门口，等待爷爷开门下班。而在今天下午，姨姨在排队时，天上又下起了雪，这突然使福宝将要离开的事情变得更伤感了。而且此时福宝还没有在室外园区，这让室外园区已然有了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。而此时园区外面的福宝大相片，配上这白茫茫的雪，也多了些许离别感。今天爱宝的饮水盆有了不一样的变化，饮水盆里面的水成了小喷泉的形状。这时爱宝眼瞅瑞宝又打算去自己的饮水盆里洗屁股，赶忙给瑞宝赶走。爱宝给瑞宝按在身下一顿挥手，让瑞宝离自己的饮水盆远一点。挨揍后的瑞宝赶忙逃走，3两下就爬到了树上。等爱宝检查完自己饮水盆后，折返回来，看到了此时在小亭子旁边的辉宝。爱宝误以为这是瑞宝，等给辉宝打了一顿后，才发现自己打错人了。尴尬的爱宝立马收手，四处张望着，心想瑞宝跑哪去了？瑞宝这里，直到一会儿妈妈离开，圣谢阿姨来到园区后才赶下来。圣谢阿姨来了，瑞宝也不害怕了，马上就安逸上了。瑞宝慵懒地躺在圣谢阿姨的怀里，舒服的不像是个熊。而圣谢阿姨看到瑞宝这么可爱，也舍不得离开。虽然工作已经完成，但就是不想回去，想着躲在瑞宝身边玩一会儿。此时的辉宝不愿意了，来到小亭子边，呼喊着姨母，表示姐姐可以了，该轮到自己了。小亭子上有胡萝卜，辉宝不吃，必须吃圣谢阿姨亲自喂给自己的。姐妹俩这人小鬼大的模样，简直不要太可爱。辉宝的体重直线飙升，瑞宝的体重则一直处于缓慢上升状态。今天辉宝的体重已经比瑞宝整整重12斤了，几天没见辉宝，又跟瑞宝拉开了4斤的距离。今天叫爷爷休息，又轮到了宋3岁值班。此时的宋3岁正蹲在爱宝室外的通道门口处，小声的呼喊着爱宝，示意爱宝可以放下俩孩子来室外享受自由了。宋3岁防止引起姐妹俩的注意，没有发出很大的声音。而此时不仅瑞宝、辉宝没注意到，就连爱宝也看不见。爱宝此时正沉浸在和姐妹俩的玩耍中，或许爱宝早就看到奶爸了，只是想先给姐妹俩哄好，自己再走。毕竟宝家成员的聪明劲头堪比人类。一会儿，爱宝给姐妹俩都哄到了小滑梯上，自己悄悄转身去了室外。爱宝都走出门了，姐妹俩这里还没反应过来，还在纠缠着。爱宝离开没一会儿，宋3岁便来到园区，开始为爱宝收拾刚才吃剩的竹子。而瑞宝和辉宝这时也不打了，一个趴在小树上，一个躺在小滑梯上，晒着太阳等待着下班。宋3岁收拾完竹子后，来到姐妹俩身边。宋3岁挨个检查了一下姐妹俩的牙齿，看看姐妹俩的恒牙长得如何了。因为宋爷爷手里没有拿小零食，姐妹俩这里明显有些不太热情。于是宋爷爷从爱宝刚才吃过的竹子里拿出来了一根，宋爷爷将竹子进行了一下处理，给姐妹俩一人递了一根。有了东西吃的姐妹俩状态明显发生了改变，吃到竹子后立马变得生龙活虎起来。宋爷爷这里看到姐妹俩这快乐的样子，虽然此时竹子已经将宋爷爷的手塞得满满的了，但这仍不妨碍宋3岁拿出手机对姐妹俩进行拍照记录。简单拍摄一会儿后，宋3岁回到房间，又去给姐妹俩拿来了竹笋。果然爷爷们每次来园区都不会空手的，